天天向上提醒您本期看点。没有想象过，老了，谁愿意变老，对不对？老了就做老了的时候最要做的事儿。我们有请不服老天团。我今年63，我今年64。哇，厉害哦！掌声！五灵绝学，哇，2只手指，我见过这个动图，这个就太厉害。我可以不停地摆出各种 pose。开始了 pose， 可以，超模奶奶，甭管怎么摆都好看。对，我是比沈梦辰还要漂亮的沈梦辰的妈妈。老人家特别帅气。我是京城的爸，京城的爸，京城的爸爸，原来金莎的爸爸居然是京城的爸爸。喜欢玩手机的爸爸妈妈请举手。我就把我的照片放模板，我就发给我女儿，哈哈哈哈哈！结果是，你可以看一下吧。你看，哇，天地之间有。然后又做了一个还开出来，好多妈妈，很多朋友就把他们妈妈制作的一些视频也都发给了我，我们就开始斗视频。我们的护老天团有请。老年模拟体验服，穿上这个就可以体验到80岁老人的一个状态。不站起来，不地震，不站起来了。其实就说明这个沙发有点问题，再试一试这个沙发。结果是卖沙发的，其实老不可怕，而且死亡也不可怕的。从我爷爷去世之后，有了很大的感触，觉得说我忽略掉了爸爸妈妈更需要一个自信，所以听专家之后，我会觉得我更在意这个，我会更在意。我们天天向上，不慌不忙，天天向上，来日方长，一起玩，不离不弃大声唱。老了，没有想象过。看兄弟们以前小时候照片，我也觉得特别的可爱好玩。老了从来没见过。头发白了，然后有皱纹。我很期待自己老了呀，我很期待自己到60岁或者70岁的样子。哎呀，老了，闭目养神啊！哎呀，我现在可是2050年的自己了，77岁了，人到70古来稀啊，都将近80岁的人了。他们什么时候来呢？哎呦！我刚开完演唱会，67岁的演唱会啊！我以为哦，你那开完演唱会你还能蹦跶吗？哎呀，我刚背那阳光彩虹老白马，滴滴答腰闪了啊，滴滴答腰闪了啊！我看你67，我现在特像你妈。我是老头的脸，老太太的头发哦，不是，这头发烫的还不错，都是卷的。你看我老了还这个可以，是吧？您现在特别像那种名画里走出来的人，我觉得我77头发也不至于白成这样，但是发量其实很够，就很棒。我觉得节目组已经很靠谱了，是吧？没给咱们准备那种，就这头发已经稀到就是那种感觉。那你对自己的造型满意吗？不满意啊，谁愿意变老，对不对？
我希望我们的造型老师能把我换成王一博，这才是我的愿望。韩哥，您都已经200多年了吧？这是没有，这是70多岁了，70多，2005年。你这啊，我还行。你看这歌，我怎么老了还这么好看？这歌，老年金品嗨起来倍儿老，倍儿爽，真的倍儿老。是，我看看您这个哇，20代天津小兄弟了，桃李遍天下了啊！你是上月球录节目了？月球录节目，哇，厉害！哎，你如果真的67岁，你觉得你会干嘛？我67岁我会干嘛？我待着呗，我不知道，但是我觉得这个写完之后我特别感动。如果我能到67岁还能去演出，还能有人来，我就感觉特别的欣慰。我到67岁还能引起全场大合唱啊，这个简直像梦一样。过了30年还有这样的生活，我简直太幸福了。反正我希望我能写到老。67岁，下面有一77岁老头在下头看呢。对，这帮老哥们老头了，对，一堆就陪伴好多年的。不过你这个还好，现在好多00后、10后都喜欢听你的歌，你就得保持状态。我借您吉言啊，一定保持状态。我们现在等一下一博呗。一博应该是那种，哎来了，哎来了。我觉得不像。那你觉得你30年后应该是什么样子呢？可能是我爸年轻时候的样子吧。妆上面我觉得画的比我爸老了。这哪儿老？你就这不是一模一样吗？这不是没变化呀！你看我俩都哇，怎么样？这太白了，太白了还行。我看看你的写什么？您那个，您那时候是干嘛了啊？全宇宙50岁以上最具魅力的男人，那肯定的啊！怎么可能？我觉得我没有那么厉害，这太夸张了。这个，你觉得哪个最夸张一点？你就是非得让我念出来嘛，对吧？你套我话让我念出来。你没说。你就在套我话，刚才给你看吧。积极响应国家3胎号召，成为3个孩子的啊！你有没有想过？3个2个吧，3个太多了。但反正得有一个儿子，跟我玩啊！我要培养他摩托车、滑雪、滑板。Cool。不是，大老师其实也没什么。哎，这么说起来，韩哥怎么变化这么大呢？然后那个，我就是把这白主要是对。韩哥，但是这个还是挺酷的。哎，对，韩哥其实这身要穿一个那种皮衣啊，像一摩托那儿也是哈雷这种范儿。对。一看您应该就是那种会开哈雷、会吹口琴，小时候年轻的时候起过这种范儿，对不对？还挺硬朗的那种。你害怕老吗？害怕也没用，就怕他干嘛呢？就是以前只是觉得就是老了好像是跟不上什么时代一样，因为时代现在快到谁都跟不上，所以也就无所谓了啊。跟不上的这一波人有跟不上这一波人的时代。对。一博应该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什么老不老这事儿吧？没想过，其实目前觉得还有点远了，想老了之后的事。我当时年轻的时候就想过，我其实特别期待我60、70岁的时候的那种感觉，也没有单位要上班了啊，是吧？孩子也都长大了，身体还行，这么多年也交了几个朋友，是吧？应该过上那种家庭生活了。我觉得那个时候特别自由。有人说。人老啊，就慢慢开始叹气了，有时候这口气千万别叹出去，一叹出去，这个人就老了，是吧？你看老人家经常，我爸啊，是吧？是就唉声叹气了啊。你看年轻人很少有那种，就很少。是他这个人老，其实也就是一下子的事儿。这是人生必须经历的这么一个过程。可能岁数越大之后，就是越希望，不仅是自己的家人陪伴，也希望有这些各种各样的感情的陪伴。照顾好身体。
欢迎大家来到由元气森林独家冠名播出的《天天向上》，元气森林零糖零脂零卡。现在都2050年了啊！我们感谢冠名商30年来对我们的鼎力支持。哇！对，愿下一个30年我们再创辉煌。哇！都2050年了，咱们身体还很硬朗，必须硬，都还站着主持。你看我这身板我都77了，77啊，还没退休呢。你应该是少我10岁，67。67。我是上个月刚满54。哎呦，王一博都年过半百啦，还小呢，哎呀，小着呢。你看，天天向上到现在已经播了43年了，火！今天是我们节目的第2236期，衷心的感谢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对我们的长久以来的支持和厚爱，谢谢你们，谢谢大家，谢谢。哎呦，你看弯腰都不像年轻时候那样了。行，我们现在是天天老爷爷是吧？啊，我们不是天天老爷爷，我们是元气老爷爷，元气爷爷是吧？因为您看看啊，来零糖零脂零卡，喝完以后感觉就是元气满满，元气满满啊！你想想看，喝了30年的元气森林，还是那么的清爽，还是那么的好喝，感觉更加有活力，清爽又不容易长胖，腿脚也利索了。那是，你看我踢个腿给你看，你看我踢得高不高？你看我踢得高不高？哇！鞋都飞没了，哇，太棒了，好棒！灯泡都碎了，你看看，哇！几十年的舞美呀，就被我这一脚给吹灯泡碎了。刚刚我们把时间一下子就走到了2050年，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年份。哎，为什么啊？到了那个时候呢，兄弟们可真的是已经是满头白发了啊。但是我觉得我77岁的时候，不至于头发白成90岁的样子。就是在那个时候，全中国老龄化已经达到了顶峰，养老问题成为了大家都非常关注的一个热点。所以我们今天特别成立了一个天天社区，就是为了让大家看一看现在丰富多彩的老年生活，了解我们的父母的世界，也为未来啊我们自己做养老来一些知识储备。今天我们这个天天小兄弟就是我们天天社区里的社工，他们会为大家带来很多资讯。我们来首先听听我们的第一组资讯。大家好，我是来自天天社区的9号社工袁若航。根据中国发展报告2020，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趋势和政策显示，中国将在2022年左右步入老龄社会。在2050年的中国，60岁及以上的老人将达到5亿人次，也就是说，3个中国人当中有1位就是老年人。正所谓，3人行必有我这个老师傅爷呀。最美不过夕阳。你看看这个资讯，哇，还有小品啊，哇，好棒！我们问一下天天小兄弟们，你们的父母亲分别是多大年纪啊？我妈妈是78年的，43岁，爸爸妈妈快50了。我父亲今年是53岁，然后我妈妈是50岁。小弟弟小妹妹，对不对？我都60多了啊！是，感谢。我爸妈是74年的，74年的。74年怎么了？这是我的孩子。我老爸今年64岁了，然后我妈妈也59岁了。哦，那你是就是父母亲老来得子？对，老来得子。我外婆都没有64岁，我外婆都没有64岁。哇，你们俩又差着辈儿了，这一下赶紧下完节目之后好好的论一论啊。有没有想过就是怎么给父母亲养老这事儿呢？就是觉得还是多些陪伴吧。去年过年的时候，我见到我老爸一次，他头发其实还是黑的，但前2天他来长沙看我的时候，是真的白了。你看，就半年而已。突然那一刻，我就觉得真的是，我就心就要多陪伴，是挺感动，就对，回家看看他们，对。所以养老的问题啊，跟每个人的生活应该都是息息相关的啊。第一是给自己做打算，第二给爸妈更加幸福的晚年。是的。那么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开心啊，我们请到了相关领域的这样的一些专家，他们有可能能够为我们自己的打算，或者是给爸爸妈妈幸福的晚年啊，给一些计划。而且还来了2个好朋友，对不对？来了2个好朋友，他们对养老呢也有非常多的疑问，我们希望今天能够给他们答疑解惑吧。当然了，来了，我们掌声有请。好漂亮，好漂亮！哎呦呵，哇 ，hello 爷爷好，哎呦，奶奶好，奶奶好，别这么说，哎，金莎，
你带着你妈来的呀？这是。I'm sorry， 没有梦辰，哎呀，干嘛？海涛找你，海涛找你。是。刚才金莎有一句话大家都没听清楚，是什么？我说韩哥比之前更帅了，这个扮相是吧？太绝了。哎，韩哥，我有一个问题，什么？为什么一博没有变化？一博自己还觉得50几岁比现在还年轻呢，沉稳了一些，对不对？对，有特意画了法令，你有看到吗？特意的，因为太显小了。对，一博就是这样，没辙，底子就放在这儿了啊。对，你们两个有没有想过自己到了这个年纪？比如说2050年，梦辰你多大了？心里算一下。快70了，对，加19年啊，暴露，好可怕，依然是少女。我觉得我自己长得还算比较显小嫩，慈眉善目，所以可能变成老奶奶也是那个方圆百里蛮可爱的一个奶奶。大家都愿意过去跟奶奶聊聊天儿。对，是的，我想象我身边呢，就是有很多机器人。为什么是机器人陪伴你？就是那个时候，我觉得科技应该非常发展的非常迅速了，然后机器人搞不好还有仿生人，或者说有他的自己的一种智慧，反正跟我对答如流，就可以一直陪伴着我。你看金莎真的是一直都是很梦幻的那种啊，机器人陪着你。好，梦辰，你身边都是些什么人？我啊，海涛，小海小涛，我身边都是一些跟我一样非常时髦的人啊。我觉得我就是过了30年以后，肯定也是属于那种引领时尚的最时髦的时髦 icon， 你是在 icon 上待着，icon 挨着炕嘛，对，挨着炕，因为嫁到东北了，挨着炕。但是那时候已经嫁到东北，挨着时尚教母啊，时尚教母，什么呀？这梦辰现在真的是啊，耍得特别开，可以了啊。我们来问问我们这些小兄弟啊，有95后，有00后，你们有没有想过自己老了以后的样子？就我觉得老的时候有老的那个生活吧，就平静下来，就不像现在。现在是有多不平静啊？就比较急吧，我性格比较急，所以老的时候就可以稳下来嘛。但是我告诉你啊，如果他天生是个急性子，老了以后也会是个急性子。对，不会随着年龄的增加，这个性子有可能会稍微有一点点。那也得是，但是他还是个底子，还是个急性子。该是谁是谁？有没有人怕老，就感觉我不能老，什么老跟我没有关系？这个盛亨，我怕老，我不想老，我想永远20多岁，永远年轻，然后特别热血的那种。有人统计过，人们对这个年龄的衰老的平均年龄认知是36.4岁。什么？就是我现在啊？没错，就是你现在。Oh my god！ 就开始认知，哦呦，老了。哪一刻让你觉得自己老了？我是有的，就是突然间带老花了。哦，眼睛。哦，对。本来这么看没有任何问题，突然间有一天看台本，咦，完了，奔5的年纪了，对不对？你们有吗？有，我以前我可以就是熬到8点，熬不了，早上8点是要干嘛？都看完日出了，还不睡觉啊？但我现在就熬不动了，而且我觉得以前的皮肤都是那种柔焦的皮肤，好像已经经过了美颜一样的。然后从去年开始变成高清眼了，就是突然就像高清相机照着自己很清楚，没事，脸上的细节变得清晰了。没有，你架不住我们老花嘛，我们越看你朦胧是吗？对，其实是一样的啊。所以男人老花呀，对，是有理由的。对，这个磨皮了，就是为了看不太清楚，更美。眼睛里面就给你们带着个美颜呢。有些女孩子呢是什么呢？就是在化妆的时候，化妆师突然跟你说：“哎呦，梦辰，你怎么有几根白头发了？”对不对？对。那时候你会觉得很慌张，很慌张。到底是拔还是不拔？那个时候肯定会觉得怎么办？我怎么会有白头发？对。一博呢？一博会不会怕老？没有，就可能觉得还比较远，但是没有想过，根本没有想过。但是我从小就想过怕死。你怕死，但就不怕老，就没想过你怕老死。对，就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每天晚上躺在床上，有的时候会突然想到，哇，我死了怎么办？就是我的死了之后，我的这个记忆，我的所有东西都消失掉了，我这个人就消失掉了。哦，对，会觉得这个就是这段记忆，所有记忆都就看不到，什么都没了，灰飞烟灭，就没了，完全连想象都没有了，就感觉很恐怖。哦，未来科技有可能会解决这个问题，可以储存，对吧？对，把记忆数字化，然后把它储存在一个什么地方，在这么累吗？我觉得有可能啊。我一直认为，韩哥说了5个字叫做认命不认输。然后我之前就会觉得自己有好多时候，
我不能相信我居然蹦不动了。就是我演出的时候，有时候蹦着蹦着吧，然后我突然这儿心这块就特别抻的我，哎呦呵，特别疼。我说我怎么不能有这种感觉？我得活力四射啊！后来韩哥说认命不认输，哎，对，那就无所谓了，反正既然这样，我没认输就行了啊。因为真的这是个必然，是吧？怎么办呢？我觉得放平心态，乐观的去对待这个老年将至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其实呢，现在很多老年人的生活啊，丰富多彩。对，因为现在社会啊，给老年人提供了非常非常好的养老的这样的一个空间，不管是社区，还是整个社会，还是国家，让老年人是老有所乐、老有所为、老有所学。所以现在的老年人啊，其实非常非常的幸福。今天我们的社区呢，就请到了一些越活越开心、越活越精彩的老年代表，让我们看看现代人硬核的老年生活。我们有请不服老天团。这帮爷爷好厉害！我是孙富凯，我是刘长润，我今年63，属狗，我今年64，属鸡。我能三正奔赴抢水平，我能劈腿对折头倒立，上家伙，上家伙！哇，我这是什么？这不是引体上单干？哇，2只手指。我见过这个动图，我见到真人，怎么回事？这个人，哇，好厉害！我的天哪！我还能下来，我的天哪！2根手指，完全靠腹肌，对，怕了。王一博说：“我都做不了，我真做不了，我肯定做不了啊！”牛大爷就是牛，来。我。哇！好夸张！现在好打招呼，特别好。青蛙哥，这是而且纹丝不动，特别稳。这个你放，对，像看点。老子。哇，好厉害！刚上回全行。大爷太厉害了，我操！太厉害了！不会是牛爷爷？你们年轻人敢挑战吗？敢挑战吗？谁是年轻人？我都60多了，别跟我挑战！挑战！你们年轻人敢挑战！来，我去！你要玩什么？两个手指头上单杠啊？试一下那个单杠。我天！加油！不行，是年轻人。走，哎，可以，加油，可以。没平身体要平，身体要平，身体。旁边2个小哥恨死你了，我告诉你，他们都瞎抖的，有点难。好，来下一位。爷爷，您还有什么绝活？我们还有，看一下吗？有的是绝活，上那个4滑轮。哇，情感支撑的那个吗？什么东西啊？这个有一点的危险性。4个脚。哦，哇，这个哇。你只有手练的。四驱车，蜘蛛侠这是仙呐，这是仙人。我这真人蜘蛛侠，你大爷还是你大爷啊！牛，厉害！怎么样，一博？有点狠了吧？应该是经常健身。试一下。你不要小看这个。
小心别脸着地了。好难好难，你弄都弄不稳，我告诉你。才2个，才2个。这不可能，不行了吧？爷爷是怎么趴下去的？爷爷不是，爷爷是仙人，好吗？这真的比我想象中的难好多。开玩笑，你真的是爷爷真厉害！我的妈呀！韩哥，我想试一下牛爷爷那个把自己折叠起来那个。我刚好，你折吧，你折吧，反正我们小兄弟挺多的啊。哎，对，来，可以，哎呦喂！可以，子谦，可以，走，现在就缺一个壳，给盖上之后就。可以，他可以，他柔韧性还可以。已经行了，再练个30年就是爷爷这样啊。我们来问一下2位大爷啊，孙大爷什么时候开始练这个？7、8年了。你以前是做什么工作的？以前我是就是种菜的。你看有力气，没有那个时间怎么练，就是自己就想这么练。对，开始拉引体，对，拉一会儿干个劲，腿往起伸，慢慢定住了，然后1个、2个，最后1个手可以搭起来，1个手指都能搭起来。牛爷爷什么时候开始练这个？呀，也是退休以后吧，也有7、8年了。怎么就想着要练这个呢？原来身体也是不太好，完了以后看着我们绝活大队，就是好多人年龄比我都大，而且那个功夫看着很了不起，所以您就想加入他们？哎，对。现在我听说啊，绝活大队的粉丝特别多啊。现在你们在公园练的时候，很多人都来看吧？对，所以说我们很有成就感，很自豪。很多年轻人都想过来跟我们比拼，但是都不行。练完以后是不是身体倍儿棒？练人体以后，这个免疫力增加了。免疫力增加，基本上不感冒不生病。比如像那个头倒立，对那个脑供血还有这个视力，哎呀，非常有好处。我原来那个像看个报纸干啥了，根本都不行。现在就是也不戴老花镜了。啊，头倒立怎么倒立？哇，64岁，我的天哪！我的天哪！这是气功是吧？有点气功的意思啊。你看这都运着气呢，这腿，哦，太强了！柔韧性太好了，核心真的。算了。韩哥考虑一下吗？我还是戴老花。我们要谢谢2位大爷啊，2位大爷。接下来我们有请下一组不服老代表。大家好。哇，这个奶奶好漂亮。我是网购映照超模阳光奶奶，我拍过好几万套服装，你可能不认识我，但是你们的妈妈奶奶肯定认识我。是的。哦，全都是这个奶奶。哎呀，奶奶好漂亮！哎呦，我可以不停地摆出各种 pose。开始了 ，pose， 超模奶奶，好专业。好专业。奶奶感觉在过小戏一样。还有哈，可以。哇，大片儿，真的大片儿。甭管怎么摆都好看。对，真的，你要换成大张伟这样的奶奶也还行。哎呀，奶奶好漂亮！奶奶感觉有无数的疑问，哎，这是为什么？我不知道啊。哇，奶奶真好。哇，奶奶好棒。太好看了，美，我们就叫阿姨吧，因为奶奶没有我母亲年纪大。妹，也没有到这个程度。阿姨，您是哪里人？我是湖南常德人。常德的呀？奶奶，您以前是做什么工作的呢？我最早是做歌剧演员。难怪，奶奶以前是歌剧演员哦。所以你看，以前是在舞台上的。就倍儿挺拔的那一种啊！您什么时候开始当模特？您？我是
退休以后，最近几年开始做模特的。是走在街上被人发现了，还是陪朋友去模特公司应聘，朋友没有应聘上，看中了您呢？我觉得就是这个故事。不是，都不是，是杭州的一个摄影师哦，主动的给我打电话邀请我。他是从哪儿看到您的这样美丽的模样呢？他好像是从朋友的资料那儿看到我说我的笑容很有亲和力。岂止是亲和力，真的非常非常的有魅力。然后他联系了您之后，您就说，哎，可以试一试。我这个人吧，对新生事物特别感兴趣。你看看，凡是我没有做过的事情，我都想去尝试一下。过山车。这样我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就去了。去了一趟杭州。没想到这一去就一发不可收拾了。阿姨在短短几年之内已经拍了几万套的衣服了，厉害。最忙的时候大概有多忙？一天大概要拍多少套？我最忙的一次吧，一天拍过200多套。哇，一天拍200多套。而且我的速度特别快，1秒钟可以摆2个 pose，1分钟拍1套衣服。200套啊，1分钟拍1套，200分钟也差不多3个多小时了。中间还要换服装。中间还要换。对，因为其实当那个模特是非常辛苦的，因为你要穿，然后要换，然后要改造型，还要不停的拍，这样一天下来，就是我们都有点受不了，因为很累。也就拍个10套就没有，不可能，不可能，最多5套。我确实有那天拍得很辛苦，我拍到脚抽筋，脸都笑得僵硬了，僵了。您看看，我就会对自己说，萌生退役。没有，我就会对自己说，我这个人平时又不喜欢锻炼，我现在这样摆 pose， 伸胳膊伸腿啊，这个头呀左右扭动，不就是锻炼身体了吗？就当锻炼身体了，真是这样。我就停下来了。你看看奶奶现在都那么好看，你可以想象她年轻的时候，肯定是个绝世大美人，因为我离奶奶特别的近，奶奶的皮肤好细腻，是奶奶的皮肤超级细腻，就像那个剥了壳的鸡蛋，吹弹可破。你有什么护肤的绝招吗？对，绝招跟他们说一下。没有的，我平时因为拍照总是化浓妆，所以我生活中间一点都不化妆。不化妆？真的，你拍一个特写，我会很难看的。怎么可能？就凭您的笑容和您的眼神，老谦虚，多气人啊！真的是。只不过我的心态特别年轻，心态特别年轻啊，新鲜事物都愿意接触，太棒了！我们接下来再看看下一组不服老代表。我是比沈梦辰还要漂亮的沈梦辰的妈妈朱女士，姐就是女王，自信放光芒，棒棒棒，自带气场。我走路人带风，哇，厉害厉害。喵瑞，朱律师，为朱律师疯狂打 call！有，这位少女让我们感到心里特别的美丽，每次看到你，我的心就会充满了爱意，她戴上了大墨镜，走起路来非常的神气，姨婆，我请你给阿姨怎么去啊？陪我阿姨啊，安排的明明白白。你手这样，好，走，预备起。好有气场！这边。我还得摆到一博，你在干嘛？梦辰，救救一博吧！
我妈安排的明明白白的。好，谢谢一博，谢谢。还有，朱女士还有什么？去哪儿去啊？哦，那边还有话筒。横平竖直写字，堂堂正正做人。老人家特别帅气，天天向上，高低起伏山一程。哦，写的是我们的歌词儿，写的真好。我是京城的爸，京城的爸，京城的爸爸，原来他是京城的爸爸！天哪！哎呦喂，在《天天向上》里面公布了一个天大的秘密，金莎的爸爸居然是京城的爸爸！可恶！突然说不出话来了。对不起大家，我是金莎的爸爸，吴叔叔。我的说法专制，强迫症。我的说法棒不棒？棒！哇！欢迎！非常好啊！欢迎！汪涵，原来是叫小弟的对吧？今天我要叫你一声哥哥了。对，敬佩的要尊称一声哥哥，我觉得就是口误了。老成这样了。但是啊，叔叔这个字写的特别好，写的是隶书啊，隶书，缠头燕尾，哎，非常有功力的感觉啊。老爸写字是挺帅的，就是像那个古代的江南才子。一定啊！你看刚才那个样子，就这种感觉就很好。但是你解释一下京城什么？京城，解释一下。今天主要看到汪涵，好像我看到以后，我可能是5、6年以后我的样子，就是口误了，就是口误了。哪有？我这个真的是我这都是90几岁的样子了，这个您不至于啊。其实啊，我说实话，我们看到这个金莎的爸爸之后，才知道你为什么就在找另一半的过程当中啊，你说没有要求，你这个父亲都这样了，你肯定会，是不是？没有。你看又要儒雅，又要有爱心啊，对不对？气质又要好，哎，会不会有的时候无形当中会拿过来稍微比较一下？会要比较一点的。一定的。我可能就是喜欢那种有智慧的，谈吐比较优秀的。然后现在我可能是我想找一个，就是他身上的有一些品德，如果有的话，可能遗传给宝宝的。你考虑到好远呢。所以就只能玩纸片人，就特别难。我们这个欢迎梦辰的妈妈，还有这个金莎的爸爸，两个人啊，一个是有颜，一个是有才，在座的年轻人还可能真是比不过啊。刚才那个梦辰的妈妈的表演，梦辰有没有指导一下？很棒。哦，我觉得我妈表演真的气场2.8米，是吧？走路蹦擦擦。我我和我妈一样美。走完 T 台人人夸。哇，押韵了，厉害了。因为是这样的，妈妈就很喜欢就走模特步，然后之前台里有一个节目叫《妈妈你真好看》，然后呢，妈妈还去试了一下镜什么的，但是最后也没选上，不公平，怎么回事？怎么会呢？但是妈妈也没有放弃，在节目里每一期都不落下，他们在节目里走，妈妈就在家里走。哇，你们家好大，你们家是有多大？我在电视机前面，他们前面走，我就在电视机前面走，而且心里还说还没有我走得好呢。对。对的嘞。那当然是您走得好，真的。因为跟他们我都不熟。哦，谢谢。梦辰，妈妈平常除了喜欢这个走秀，当然我们都知道啊，拍照啊什么的，旅行啊什么的。妈妈，快说一下你平时喜欢干嘛？喜欢在小区里面唱歌啊，跳舞啊，走秀啊，还有出去旅游。一般出去带多少条纱巾？带一样的颜色，一样一个，一样一致。还喜欢拍照是不是？还喜欢拍照，还有拍照。而且是这位姐姐们，这6姐妹六金花，哎，来。对，这是妈妈们的标准拍照姿势。这是一块求雨的哈。没有，面向大海，春暖花开。我还
对，那些都是谁拍的呀，妈妈？都是，梦辰的爸爸喜欢摄影。哎呦，你看这两个人。我出去旅游就是他爸爸，他负责拍照，我负责貌美如花，他就服务到家。哇，好吧，押韵都押上韵了啊！妈，不错不错。哎，你看，我们看了一下爸爸妈妈们的老年生活，真的是快乐的程度让我们想象不到啊！天天社区呢也给我们总结了几件老年人喜爱的活动，我们请小兄弟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嗨，大家好，我是天天社区的3号社工邹子杰。今天呢，我要为大家带来一个特别震撼的消息就是全中国现在一共有9.4亿的网民，这里面50岁以上的总人数达到了2.6个亿呀！所以今天你们的父母冲浪了吗？来，喜欢玩手机的爸爸妈妈，喜欢玩手机的请举手。我妈这么勇敢呢？手机玩的，喜欢听评书、听小说，什么时段听哪个台的，我喜欢这样。这是上海啊，老克拉是吧？对。朱理事，您呢？我也喜欢玩手机。里面有那个模板，我就把我的照片放在上面，我就发给我女儿，发给她就哈哈哈哈哈，结果是我就以为她好高兴，夸奖我就又发了一组给她。其实她，我妈特别可爱，她就是你可以看一下吧。你看，哇，天地之间有哇，好棒！哇，好多个妈妈。当，大草原上是吧？哇，好棒！哇，迷幻。这个好。然后又做了一个，开出来，好多妈妈。妈妈说我开花了。是这样的，他发了第一个给我，然后我笑得不行，因为我觉得我妈太可爱了，我就把这个分享到我的朋友圈里，结果同一个世界，同一个妈，很多年不联系的朋友纷纷给我发来了短信和贺电，就把他们妈妈制作的一些视频也发给了我，我们就开始斗视频，自己制作的很厉害，来请看一下，这个呢是那个虎的妈妈，龙妈妈，哎呦。后来我就觉得不行，不能输。3条龙，又变成了3条龙。逗妈还行什么的，这就是一妈不可收拾啊！就那天的快乐都是妈妈给的，真是不容易啊！妈妈们的想法真的，我们自己有时候是不大理解，就像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的很多想法爸爸妈妈不理解一样啊。它就是这样的一个反复的过程。听说爸爸很喜欢转发一些朋友圈，对，我爸很喜欢转一些什么奇奇怪怪的东西在我们朋友圈，我真的有时候看不懂。他前2天发了一个2个机器人聊天，他们会爱上对方吗？那我70多了，对吧？50年的，他莎妈妈比我小3岁，我们总是希望金莎能够经常回来。对，不能回来的话，我也想有个简单的机器人能够聊聊天，能够对话，替代一下金莎在平时在家的一个样子啊。但是不管这个机器人有多么的智能啊，总是替代不了自己的女儿。对，那种温存是替代不了的，而是常回家看看啊，多陪陪他们。但是养老产业呢，我是想，最后人工的智能方面，多介入一些，能够再进步，不光是聊天，对吧？能就是我力所不能及，他能帮我一把。叔叔居然能接受机器人呀！我都接受不了机器人，接受不了吧？因为你的年纪还不够大。棒，我先锋！好，你们网购吗？我最近买了一个好东西。哦哟，就是摆在节目室里面，一个扶手拉手。年纪大了嘛，起床的时候拉一把，起床很轻松的。还有这个东西啊？对呀，我不知道。节目室，你看。
马上下订单了，安利了，安利就买了，这就买了，买定下来了。梦辰妈妈要买，一般买什么网购？我买服装、衣服。来。哇，好厉害！对对，我爸特别喜欢在网上买那种花花绿绿的，还有这种红色的衣服，他就可喜欢这种。哎，这个红色衣服我也有故事。我那天穿着这个衣服去首秀，那人一看到，哎呀，你这衣服好漂亮哦！他说在哪里买的？我说从网上购的。我们20多人，一个人买了1条，还有几个人买了3条，每个人买了3条14条。哇，60条裙子。我说我妈就是带货，是吧？可以吗？其实我也想，爸爸是一个很精致的人啊，出门会不会也要捯饬捯饬？对，他如果要见他重要的人、重要的场合，他都喜欢穿正装、休闲正装的，然后领带啊或者胸针啊什么的，反正你看他家里面都是一套一套的，讲究啊！然后很多，还有收集墨镜的。哎呀，这真讲究啊！对，70多岁了是吧？喜欢这个。太好了，穿得精神一点。对，既是对自己的负责，也是对别人的尊重。对别人尊重。其实这里呢有一个心理补偿机制的问题啊，父母亲年轻的时候呢，因为年代的原因，那个时候的衣服啊就那几种颜色，所以他有个心理补偿。哎，我年纪大了，孩子们又孝顺，我就要穿那些我年轻时候想穿的衣服。虽然说我现在已经70多岁了，但是想穿衣服的那个年龄还是20多岁，所以你看。他们就喜欢买颜色鲜艳的衣服。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第2条资讯啊。大家好，我是天天社区里面的13号社工刘富杰维克多啊。Yes。现在我们老年人的娱乐生活丰富到你不敢想象。在9月之后，各地的老年大学都会开启了他们的抢课模式，什么厨艺、化妆啊、书法啊、太极，各种热门课程抢不停啊！哥，你们知道吗？在 KTV， 老年人已经成为了他们的主力军。哦 ，VIP。所以问一下大家啊，今天你的父母快乐了吗？快乐啊！其实一说到 K 歌呀，好多。我妈妈就是老去 KTV， 各种卓玛，就是各种各样的卓玛，也不是怎么身上那么多卓玛呀、套马呀，各种。对。关于马的歌，他全会。阳光彩虹小白马，阳光彩虹小白马，那个歌还一般，主要是套马，还有去西藏，他特别好去西藏。哎，2位是不是您老去 KTV 唱一些草原的歌曲吗？还好。哎，那您最喜欢什么样的歌？一张嘴就能唱起哪首歌来？哦，一张嘴。酒醉的蝴蝶呢？啊，酒醉的蝴蝶也可以啊。可以啊。怎么也飞不出，怎么也飞不出，怎么也飞不出。花花的世界，花花的世界啊！哎呀，我这个因为我贴了胡子，我都不好意思笑得太大了，感觉要裂开了啊！因为中老年朋友啊有时间了，所以他们一般呢去唱歌呢，都到下午场，对，便宜，对，然后没人跟你抢包厢，紧唱，从下午1点钟唱到6点钟。哇！哎，你看看，对，大家还斗盒子，吃个晚饭，斗盒子。什么叫斗盒子？AA 制 ，AA 制嘛，就是每个人其实出的钱可少了，但是能玩好多。对，吴叔叔，您会不会也唱歌？我不太唱，基本上不唱。我妈妈喜欢唱，是吧？我们去旅游的时候不是民宿嘛，然后有一间专门的 KTV， 她全程从头唱到尾，麦霸。然后还要我转发朋友圈说夸她。对，长辈都是这样，希望被自己的孩子认可啊。其实呢，学习啊也成了养老的一种方式。我们说老有所学啊，所以呢，爸爸妈妈有时候退休之后呢，都有一些学习计划。比如说我母亲就学二胡，她觉得心灵方能手巧，手巧呢又能带动这个大脑。所以我母亲啊，60岁开始学，现在快80岁了。哎，现在我一回去就拉二胡，我就直接问妈妈，是不是最近卡里没钱了？嘿，这个惨是吧？2泉音乐是吧？我说妈妈来，手机开快给你喝个，对，等我走了以后再练啊。赛马。啊，对。我爸最近开发了一个新技能，前几年开始就加入了那个湖南省老年摄影家协会。哦呦，加入了，还拍挺好。就还有他们有一个那个协会嘛，也是每人斗壳子，每人20块钱，请模特然后去拍。哇，这是爸爸拍的？
这是我奶奶，哎呦，这是爸爸拍的，哎呦，拍的好，这是爸爸的作品，对，还有几张，像油画一样。对，还有，这是奶奶，这是在我家里，对奶奶家。可以呀，付的钱吗？奶奶20块钱给了吗？没有，就是我爸在那个月湖公园，然后他去拍落日的时候，看到有一家3口，他就跟他们沟通说，你能不能把你女儿举起来，我拍一张照片。那天是父亲节，对，然后他就拍完这个，还就是举起的是希望，还取了个名字啊。对，参加这个影展，这是我爸来拍的模特，他们请的模特，也是花钱请的模特拍的啊。这一点呢，我就很不爽了。这模特还没家里的漂亮。对，就是家里有一个这么好的模特，他都不拍，非要花20块钱，他们一定要跑出去花20块钱拍。真的是怎么回事？我的爸爸。老爸，你对摄影有兴趣吗？其实啊，吴叔叔可以去当模特，让别人来拍。我也觉得，对不对？老爸，他身形、气场、气质是可以的。这个时候啊，是吧？我给你20块，然后你让爸爸拍我爸爸。20块是一个人出的钱，要他们有好几十个人呢，几百块钱呢。你看，越聊越开心了。我们要谢谢梦辰的妈妈，还有我们的金莎的爸爸，请到我们的台侧入座啊，休息一下。是的，我们今天呢不仅让大家感受到了老年生活的快乐，还要为大家提供更加专业的、科学的养老和护老的知识。我们天天社区呢就请来了重磅嘉宾，让我们有请我们的护老天团，来自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的周艳敏教授，以及哈佛大学人类发展与心理学硕士陈思，有请，欢迎。天天向上提醒您稍后看点。这2套呢是我们的老年模拟体验服。那穿上这个服装啊，我们就可以体验到一个大概80岁老人他日常生活的一个状态。你看你老一回啊，要多少人伺候你啊？年轻挣钱就为故人啊，小伙子们啊！现在我们把这几个沙发试一试哈。不地震不站起来了，再也不站起来了。再也不站起来了。和父母最好的距离就是说1碗汤的距离。把爸妈送到养老院就是超级不孝顺的。这个其实我觉得还是有点老观念的这种成分在里头。我此时此刻还是这个想法。但是我和莎莎妈妈呢，曾经是商量过的。元气森林，天天向上，待会儿见。元气森林，天天向上，现在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冠名播出，元气森林零糖零脂零卡。是的，我们今天呢不仅让大家感受到了老年生活的快乐，还要为大家提供更加专业的、科学的养老和护老的知识。我们天天社区呢就请来了重磅嘉宾，让我们有请我们的护老天团，来自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的周艳敏教授，以及哈佛大学人类发展与心理学硕士陈思，有请，欢迎。大家好啊，主持人好，我是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的老师周艳民。我们呢是做养老建筑设计方面研究的，然后呢帮助国家研究制定一些标准，并且也做一些建筑实践。清华的建筑系，我的天哪，中国建筑系到顶了。谢谢。大家好，我叫陈思，我毕业于哈佛大学人类发展与心理学专业。我现在呢是沈阳的一家养老院的院长，我希望呢用专业的知识打造文化养老的理念，希望给老年人们带来更多的幸福和快乐。陈院长，您之前是做什么的？在做养老之前？我做养老之前在华尔街做金融猎头。做猎头。那后来为什么就选择做了这个呢？是被别人猎了？没有，这个也有一点传承的意味在里头吧。因为我高中的时候，我的妈妈和我的阿姨，他们2个人就做了一个养老院。我等于每年的假期，我都是跟爷爷奶奶们在一起，然后我很喜欢跟他们在一起的氛围。我在国外工作的时候呢，有一次跟我母亲视频，就也是突然发现，哎，怎么白了这么多头发？那一瞬间我就认识到啊，原来我的母亲已经老了，就是所以我就很想回来陪伴她。那回来之后呢，我想带2个老人也是带400多个老人也是带。哎，这差别很大的啊。
那现在大概有哪些养老的模式呢，周教授？养老模式吧，分3类。3类。第一种呢，就是咱们经常知道就在家养老，然后呢就是机构养老。机构其实就是平常咱们说的养老院呐，这些就老人身体不太好了，比如出现失能失智，这就在机构养老。当然还有一种呢，就是我们国家现在也特别努力提倡的，就是社区养老。社区呢，就是我们5分钟之内的有这么样一个养老服务中心，或者是像叫托老所这种，就是白天去，晚上可以回家的。托老所呀，哎，就是这种跟幼儿园差不多哈，跟托儿所差不多的叫托老所的这种。托老所是老人们非常欢迎和喜欢的。是。那梦辰有没有想过，将来你成家立业啊，爸爸妈妈又不住在你们身边，有没有想过怎么安排一下？可能也是因为我们这个职业的关系，因为我们经常在外面出差，本来回家的时间就少。那像父母年纪大了，我们可能也慢慢隐退了，所以有时间就希望和父母在一起。而且我觉得其实和父母最好的距离就是说1碗汤的距离。就比如说从我家，然后端1碗汤端到父母家，那个汤不会凉，它是很烫的那个状态，这是最好的。你包着锡纸还能2小时呢。可以开去郊区是吧？是。金莎你呢？你能接受吗？我就是那种最老土的，本身就是觉得把爸妈送到养老院就是超级不孝顺的，自己都会责怪自己的。我就是到至今为止，我都是这个想法。此时此刻，我此时此刻还是这个想法。但是我和莎莎妈妈呢，曾经是商量过的，现在能够自理，状态还可以，我们住在一起，有时间嘛回来看看我们。但是到某个阶段，或者是老年痴呆、失能了，去那个机构挑选一个服务周到的、有心理老师的，走一步看一步。到了那一步，你是无能为力的，全靠你照顾，把你累死也照顾不好。哎呦，你看。我和莎莎妈妈讨论过，也商量过。哎呦喂，别这么悲壮。金莎你没见过，我之前见过一位老师，牛本老师，他就住在一个就是这种养老机构、公寓。是。然后他好开心，因为有好多人跟他一块玩。你去看他的时候，还能跟他的哥们儿一块玩。对的，对。有时候你陪他吧，你都不知道跟他说什么。是。然后他反而就觉得，你赶紧干自个儿事儿去吧。然后他找到自个儿一帮人玩牌、抬杠，老年人能找人抬杠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事儿。那当然了。对。然后平时24小时的那种，有一丢点事儿，底下那个好多护士就会上来。对，一个钮摁下去。其实反而很放心，提高了他的老年生活质量。对，也是一种我们问一下那个陈老师啊。您会不会推荐大家年纪大了以后，老年人选择去敬老院？那作为一个养老院的院长，我肯定是推荐大家老了都到我们养老院里边来。但是这个肯定要看老人现在的一个身体状况的变化，还有就是他的这个社会关系的这个支持度够不够，结合老人的情况呢进行不同的选择。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儿女对父母的这种关心和关注。有了这个关心和关注，我觉得选择任何一种养老方式都是没问题的。但是刚才有听阿姨们和叔叔们的一些说法。等我老了，我不想成为儿女的负担，然后我去住养老院。包括像金莎说，觉得这样就不孝顺，这个其实我觉得还是有点老观念的这种成分在里头。其实对我们养老的这个机构的一个缺乏了解吧，就觉得哎呀，可能设施不好啊，服务可能不到位呀，所以我觉得是负担了才去，我觉得不孝顺才送过去。其实我们现在养老机构的发展非常的快，我们不仅有很科学的各种硬件配备，24小时有人护理，这非常安全。但是真的要选择一个好的养老机构，床位真的要从40、50岁开始，你就得事先得定着。对的，我们现在就是一床难求，那小本登记的可能要半本那么厚了。对，半本那么厚所以我们现在有可能跟父母亲还住在一块儿。要大概做一些什么会更加合理一些？周教授，年轻人呢，有时候不是太理解老人，所以我们做的事儿呢，往往是好意，但是做错了。
所以今天呢，我们准备了点衣服哈。大家好，我是来自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的学生李婷。这2套呢是我们的老年模拟体验服。那穿上这个服装啊，我们就可以体验到一个大概80岁老人他日常生活的一个状态。你们先穿一个试试哈。它这个是负重的沙袋，就是绑在手腕和脚踝的。哦，腿上也得负重，哎，这跟练草上飞是一件事儿。你把这个脱了以后，你真的你就穿着就回去了。来，这个手部要护一下。铁砂掌，它这个护具呢，它就是束缚住你的手部和膝盖。这么累的吗？是的。还没弄好啊？你看你老一回啊，要多少人伺候你啊？年轻挣钱就为雇人啊，小伙子们啊，弯一下腰。它就是体验一个老年人驼背的感觉。所以呢，他这个服装穿上以后，其实这是老人的那种状态，已经没有办法直起来了，已经没有办法摔倒了，对不对？就是没有办法再这么挺着了。对，主要这个驼背特别难受啊。其实老年人走每一步都是很辛苦的。现在我们把这几个沙发试一试哈。先做这个红沙发，这个沙发看上去吧，还是挺好的哈，像一个家庭中常用的那种沙发哈。对。但是这个沙发你们坐上去，坐也很艰难。哎呦，这老两口哦。你现在比如要站起来，不站起来，不地震不站起来了，再也不站起来了。再也不站起来了。哦，哎呦，这个起来都得扶一下。所以说老伴儿就得为什么要扶？要这样，是吧？要老伴儿吧？原来是这样的啊。其实就说明这个沙发有点问题，也不大适合老年人。它太软，所以老年人不能睡软床，是这个意思？是吧？还有这个沙发的扶手的高度也是重要的。你们俩还是互相搀扶的这么起来的，是需要扶手，对不对？再试一试这个沙发。结果是卖沙发的紧，就理解一下怎么为老人选择家具，因为很多人可能买的好沙发并不见得好用。这个沙发是硬的，好坐一点，是不是这意思？好坐一点。刚才这个沙发呢，你看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这个扶手这儿还有一个小的弯儿，后边也有哈。这些呢就是，你坐的时候可以把拐杖靠在这儿，有时候也怕碰掉呢，这边有一个绳挂在这上也是非常好用的啊。这个位置也可以搭一下这个拐杖。另外呢，从那个起身的角度来说，这个高度扶手的这个方便性是非常好的，比刚才那个红款的那种呢是更加适合老人起身的啊。比如站起来，哎呦，这个沙发是不是好多了？平常我们只卖3999，今天在我的直播间只要1999。你说什么？199？来，我们一起3、2、1，上链接啊！好，还有一个沙发哈，刚才不是起立不方便吗？这种沙发就是更加有利于他起身或者坐下，啊，你看，今天坐着挺好的，没什么感觉，对吧？你看这边院长替你把它给降下去了，这个就很舒服，是不是？主要是你起身和坐下时候那个力量不够，他腿还可以翘起来的啊。抬起来，它这个蛮舒服的，就你待会儿来尝试一下，它那个颈椎就没有那么痛苦。让你爸来尝试一下，这个他好想买，对不对？对，这个沙发我都有点心动。对，家庭头等舱，这样腿呢抬起来以后血流更好一些。哎，这得起身。哎，这起身这好。起身，他就站立的重心起来以后，没有腿部力量就不需要那么多，就这样更有助于他起身。你站起来一下，站起来一下，啥？很轻松的就站起来了。待会儿吴叔他们都体验一下啊，这个真是。老伴，你来体验一下吗？哇，这个很舒服哎，比我们家那个要舒服。你原来生出来的也有，是吧 ？L 型的嘛，那个有点累。家里只是能这样，但是他没有这个。对，往下坐的时候没有刚才那个腿那个力量那么大哈，这样舒服多了啊。对，他就慢慢的摇下去。这个带按摩嘛，我们爸爸喜欢这个后边带按摩的那后边的。对，它可以组合起来，有的椅子带按摩，而且有的还带音箱呢。对，音箱，戴着耳机听戏什么的。马上很轻松的就站起来了。啊，主要是重心变了，
那我们在这里请教一下我们的周教授，就是除了这些啊家居的一些这个设施之外，还有一些什么是就是要改造？那么最重要的是防止他跌倒。对，老人一旦跌倒以后呢，其实他就非常的危险。是。据统计呢，比如75岁以上的老人，如果跌倒以后，有50%的人大概在1年以后就去世了。哎呦，这个比例太高了。75岁，都说老年人最害怕就是摔跤。对，特别是在卫生间摔跤。在卫生间里面。对，对卫生间里面摔跤，这个很需要的。对。建议就是，在老人75岁这个时候呢，尽量帮他重新装修一次家，把家里的各种设施都处理得好一点。为什么是75岁？75岁这个年龄段，他是比较健康身体力行，还能做一些事情。如果你等到特别老的时候，那肯定你想给他装修已经来不及了。特别是他一旦病倒或者是摔倒了，你想给他再弄得无障碍，把这个已经来不及了，是吧？对，我们听说这个金莎的父亲也做了一些这个适合老龄化的这样的一个小改造。您看，这家里的这个卫生间就装了扶手了。哦，这个是金莎帮着做的吗？对，因为是爸妈的洗手间，然后我就弄了一个扶手，让他们起来的时候可以撑一把。对，可能你们这3样东西都改错，是吗？错了呀？怎么说呢？都是做错的。怎么说呢？首先拿手指那个，手指对，说的对，往后搁了错它必须是在我们的座椅稍微前方一点的也不能太远，这么够着不方便。这么着肯定扭着腰了，老人以后老了以后都有这种问题。很容易，就是你突然间回去一拿，卡住了，是吧？有这种有道理，有道理。你刚才说这样的一个折形的扶手吧？对，你装反了，是吗？你装反了，这个问题还是比较严重。因为吧，你是这样的，你想你这么站起来，或者是这样有点拉力，拉完了帮着站。如果你反的，你不会那样的，对不对？你不会用这个力量的。反过来就好了。对，反了。我知道了。应该是这样的，翻过来，角度不对。第3个呢，是你刚才那个，你的凳子虽然这样我们可以但是我觉得你的花洒就是离它可能远，它本来应该有竖向的，可以调节这个位置。是插在高头的一个花洒。哦，瀑布式的那种，是不是？对。比如说他擦肥皂或者干嘛的时候，应该有个低位的座，它搁在上头以后还能喷在身上，这样不是还保持温暖吗？对不对吧？哎呀，好仔细呀！你说低位的就直接喷，对吧？你自己洗的时候不方便，你坐的姿势上你必须能够有一个对撑身上这个水龙头哎呀，幸亏我们家是这么安的，是吧？你做对了这个呢，我们就给出了一些尺寸比如你洗澡的时候，到底哪个地方应该设扶手，设多高，等等，就这些尺寸要把握。这看看最合理的。刚才您有特别好的心，是给爸妈做出这样的一个适老化的改造，但是呢，如果尺寸错了呢，它使用上可能还不方便，就没那么方便了或者甚至有的时候没弄好还出了危险了。这个真是专业。对，那太好了。接下来呢，我们周教授准备了几道题，你们来选一选，看看哪一种很适合老人家使用天天向上提醒您稍后看点。这几种哪个更好？水龙头、开关面板、门把手。这个是带夜光的，黑的时候它发亮的。这个好一些。这个好一些。这个因为它现在边上有这个东西。这2个有什么区别？不都一样吗？2位专家说完之后，我就觉得还是要改变一些观念。从我爷爷去世之后，有了很大的感触，觉得说，我之前的想法太固有了，我忽略掉了爸爸妈妈更需要一个自信，所以听专家之后，我会觉得我更在意这个，我会更在意。元气森林，天天向上。待会儿见，元气森林，天天向上，现在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冠名播出，元气森林零糖零脂零卡。接下来呢，我们周教授准备了几道题，你们来选一选，看看哪一种很适合老人家使用这有几种一个呢是水龙头、开关面板，还有呢是门把手。
你们觉得这几种哪个更好？水龙头的开关哪一种适合老人家使用？哎，看看这几样，大家去选一选啊。我觉得应该是带这个，反正最高那肯定不错，应该高的好。那拧的那个有点麻烦，它那个。对。还有呢，那几样呢？这两个有什么区别？不都一样吗？有带钩的，有没带钩的，有平的呀。朱理事，你觉得这个把手哪个好一点？这个我觉得这个好一些。这个好一些、这个因为它现在边上有这个东西。我觉得应该也是上下的2种。还有那开关面板，你们更喜欢哪个？这个，我觉得老人这个会比较好一点。对，这个是带夜光的，黑的时候它发亮的开关。哎呦，你看看。面板呢？刚才，这个警察爸爸说的特别对啊。那么就是我们希望的是少有这个按钮特别多的这种，你手指头多啰嗦，这个老碰不着，碰到别处去了，是吧？对。所以我们需要有大面板，简单化，就一个，有的时候可能手不行，就这么着就都能开，对吧？特别是刚刚您说到有这个小指示灯也特别好，对，稍微晚上比较暗的时候，还能摸到这个地方，还夜光，有点夜光的也还是非常不错的。水龙头的这个扳手哈，其实呢，我们觉得这种哈比较圆润的，边上不拉手的这种是比较好的。但是这个呢，中间带环的，其实也非常好，因为有的手吧抖啊，或者是抓不住啊，它勾到这儿，它还就能帮助他，就是对老人来说。这个就特别差，就是用老人的这个旋转的力量，这个老人很难做到，手指头没有劲儿，并且如果是卫生间的，有时候有点肥皂水什么比较滑，老也弄不成，主要是手的关节它后来僵化了不好用。那么这个门把手呢，我们说其实这种肯定大家都知道，跟刚才那个意思一样，就特别难转，这个手握力不行。但这2种呢好像比较接近，但是其实呢，刚才你说的特别对哈，就是它的这个弯过去这一点有特别大的价值，保护作用。这是什么保护作用呢？他开门手抖嘛，有时候老年人站不稳，他就可以帮你撑下，也是有一定道理的。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弯过来和它的这个比较，就是这个东西是直的，很容易把袖口带进去，或者书包带你不知道这么啪一下带着你就一个别切，你就危险了，是不是有这个经历？还真是而且你看这个地方还有点小棱角，这个地方一个小弧度，就圆润一些，就更好一些啊。所以这种小的5金件，你看着不起眼，其实每一个小地方都跟老人他有关系，是吧？我们要选对，而不是随便做特别好看呐什么的，金光闪闪的这些都不管用啊。对，你看我们刚才都说的是环境的改造，但是心理问题也不容忽视啊。只有读懂老年人的心理，才能够真正的去老吾老及人之老。那老年人最容易出现的心理问题大概是什么？其实进入老年了之后呢，很容易出现很多消极的情绪和心理，失落，比如这个失落、自卑、孤僻等等。一部分原因呢，是由于他们在不断的感受这种失去的过程，比如说他们失去了健康的体魄，然后他们失去了很多的这个社会关系啊、话语权呐，导致他们可能越来越喜欢在自己的小圈子里面待着，然后呢越来越孤僻和自卑。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发挥我们的这个聪明才智，要让他们有契机去迈出他们的这个小圈子。在我们公寓里面呢，我们组建了一个老年模特队儿。3个方阵，活力老人方阵，还有这个推着助行器、拐杖的老人。第3个方阵呢，就是我们的轮椅模特队儿。开始的时候呢，只有我带着几个活力的老人，大家一起走。然后呢，我们就开始逐渐的哄一些有点害羞的老人跟我们在一起走。他们走了1、2次之后，觉得也挺不错的，展现自己，就也加入到了这个队伍中。然后我又发现有坐轮椅的老人，他其实看着这个模特队的时候，眼睛里边是充满了羡慕和期待的目光。我就直接推着他们也跟着这个队伍后面，这样呢，我们这个队伍就越来越壮大了。所以应用到我们的生活中，对于我们的父母，我们也要想一些小技巧，把他们哄出家门，参与到社会活动中。比如像刚才阿姨很喜欢穿漂亮的衣服嘛，那就可以给妈妈说，我给你买了2套很漂亮的衣服。我听说隔壁张姨弄了一模特队儿，你这衣服不去可白瞎了。那个我们一起去看看吧。她去了1、2次之后呢，她有这种正向的反馈了，她就会越来越愿意参与到这个过程当中。现在回到家里最害怕听到的就是母亲跟我说，
张阿姨又走了。对。隔几天回去，赵叔叔也走了。就他那时候觉得，死神在不断的向他靠近，把他身边的朋友一个一个扒拉开，然后就要面对你了。这种对于老人来说，非常非常的失落，甚至是感觉到恐惧。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怎么样去跟他们聊，会让他们更加释怀？就能不能够直接跟他们聊关于死亡的这样的一个话题？其实不仅是老年人，像刚才一博也说了，孩子呀，还有成年人，其实我们都会对死亡有种莫名的恐惧。只是说当老年人，他们的恐惧感会来得更强烈一些。所以我觉得呢，可以谈论死亡。但是呢，一定要带着爱和这种关切去谈论死亡，让老人知道，不论他处于人生的什么阶段，他的儿女还有他周围的朋友、他的家人都会是给他很多的支持和很多的关爱。比如我们可以尽量的帮助老人完成未了的心愿，让他们觉得死亡可能确实是一段人生的终结，但爱是永远不会终结的。这样呢，可以舒缓他的这种恐惧的感觉。我觉得每个人录完这期节目之后啊，都会有一些感触。一博，你觉得就是录完这期节目之后，会不会跟父母亲也会去谈论一些这样的一个话题？其实不是从这一期有了感触，其实是从我爷爷去世之后，有了很大的感触，觉得说，在老一辈的时候，可能多的时间还是要陪伴老人，老人的还是比较孤独的，比较孤单，因为像韩哥说的，他们的朋友可能慢慢的都离去了，对，一个一个，然后他们也不愿意，就是说。把他们像我姥姥也是，就也不愿意说把他接到家里来，他会觉得一定不愿意，很不自在，他觉得添麻烦，有的时候。对，然后他更希望是在自己的家里，然后自己照顾自己，他觉得自己还可以，还能照顾自己，就觉得多的时间，有时间就多陪伴吧。对，因为就是我觉得当他们离去的时候，你最大的一个心理上的一个东西就是后悔。当你其实现在有了感触的时候，你就多回去，陪一陪他们，有可能会让那一天突然降临的时候，你心里的那一种感受啊，会没有那么大的一种冲击力啊，你接受的时候有可能会更加平和一些啊。大张伟呢？我今天最大感触就是，回去给我爸那个浴室安一板凳啊，安一板凳。我都不知道这屋里这个浴室还要安板凳这件事儿。你给他安完之后呢，其实他就会觉得你真的很在乎他，因为很多时候他们虽然老说你赶紧出去工作，但是他们特别在乎你，突然间更爱他了一点儿。所以说我觉得这一点一滴的事情，其实以后也是我要去多做的事情。对，你成长了啊。这两位姑娘呢？我觉得一开始我的思想还是比较保守的，但是听完两位专家说完之后，我就觉得还是要改变一些观念。对，因为年纪大了，他们就是需要照顾，到更专业的地方，然后有更专业的人照顾他们，他们会更开心，他们会更快乐。我也是觉得我之前的想法太固有了，我忽略掉了爸爸妈妈更需要一个自信。我之前是忽略了，所以听专家之后，我会觉得我更在意这个。对，我会更在意。是，我们今天啊，就特别感谢金莎的父亲、凤晨的妈妈，还有几位老师来到我们节目现场，跟我们一起来探讨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国家现在一天一天在不断的进步，不断的让所有的老年人老有所乐、老有所为、老有所养，家庭承担、社会承担，双管并举。让老年人啊，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他真的是有保障的老去，有尊严的离去。其实老不可怕，死亡也不可怕的，无非就是夜幕降临，星空展现，然后你那张机票要登机了，然后你会去到一个很温暖的地方，那个地方有曾经失去的亲人，都在那个地方等着你。我觉得我们要建立一个非常好的老年观，也要建立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死亡观。其实它只是人生的一个阶段而已，它是另外一种开始，我们每个人都要经历。所以我们非常希望通过这样的一期节目，让所有看《天天向上》的年轻的朋友对老去
有一种新的认知，不单是对自己，更是对自己的父母，是对这个社会即将出现的所有银发的在你身边的这些老人，我们给予他们更多的关怀，也就是我们之前说的老吾老及人之老，因为他们在当年幼吾幼及人之幼，他们是这样照顾我们的。天天向上提醒您稍后看点。下面我就给你扎针。哎，你这像杀猪一样的。来疏通他这个胆经。萧敬腾疼成这样了，好疼！萧敬腾，快点好，哇，你看看，哎呦，老厉害了！元气森林，天天向上，待会儿见。元气森林，天天向上，现在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冠名播出，元气森林零糖零脂零卡，天天向上指定产品百岁山，真正天然矿泉水，水中贵族百岁山。天天向上提醒您下期看点。天天向上中医馆向上堂开馆啦！今天咱们请来萧敬腾，大家好，大家好，欢迎进入我们学徒队啊！湖南中医梦之队集结报道，4位名医现场就诊。有肝火、肺气不足、心脾不和，轻轻的按下去，基本上打不住他的脉。Oh my god！ 下面我就给你扎针。哎，你这像杀猪一样的。你不看不疼吗？我扎你的这个神门穴。你看啊，之前那一针都没有戴眼镜的，这一针戴眼镜了。推拿医生的手都是有功的。膝盖啊弯曲就会不舒服。来疏通他这个胆经。萧敬腾疼成这样了，好疼！萧敬腾，快点好，哇，你看看，哎呦，老厉害了！传授健康法宝。童子尿它是一种中药，锅底灰也是一味中药。你看了吗？像胃癌和肝癌啊，跟大量饮酒有着密切的关系。第一个动作叫蝴蝶展翅，金蝉朴实，溪流望月。高深吧，老师棒啊！分享抗疫故事，因时因地因宜辩证施治来治疗新冠肺炎。最开始30%的人用中药，现在96%。我们中医人有自信、有能力，能够战胜新冠。下周日晚天天向上，让我们一起了解中医的奥秘，祝您身体健康。我们在这里再次感谢诸位嘉宾，也感谢独家冠名商元气森林。元气森林零糖零脂零卡，希望各位不管是老了之后还是怎样，一定要开心快乐，越过越精彩。也希望爷爷奶奶们、爸爸妈妈们保持年轻的心态，越活越精神。我们下期再见。